最近2天，美台在炒作台海问题的力度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儿。众议院新的议长麦卡锡在美国本土公开非法会见台当局，无疑是对我国底线的又一次挑衅升级。但大势所趋终究是大势所趋，美国人搞行为艺术游戏挑衅，只会让我军对军事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决，进程更加迅速。你看，这2天我军在台岛周围的活动就很引人关注。我军在台岛周边的一系列行动里，最核心的当然是山东舰带着舰艇编队首次前出第一岛链执行远海实战化训练任务。这次山东舰出岛链选择的是台湾南侧的巴士海峡水道，所以吸引了整个台海空军的重点监视。台海军专门抽调舰艇，台空军也出动了宝贵的侦察机，对山东号的动向进行了重点侦察监视。说这种航母通过台岛周边出远海的行动，那就是不怕台军看见，不怕台军侦察拍照，就怕台军没看见，或者是看了当没看见。毕竟这时候航母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威慑的意味在里面的。但是台军的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虽然看见了我军航母编队前出远洋大海的行动，但更多的更考验常态化监控能力的事情就被他们漏过了。就比如在台海外的台岛渔民，有人拍到了一架共轴双旋翼直升机从头顶掠过，机身上拴着明显的我国海军标志，熟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架舰载的卡28反潜直升机。从卡28现身的时间以及现身的海域来看，这架直升机很可能与山东舰前出岛链相关，是给编队提供反潜巡逻警戒的。按道理来说，卡28已经抵近到近海活动渔民都能清晰拍照的距离了，直升机也是个雷达反射特征相当明显的目标，台军应该早就已经用雷达截获了，然后按照他们一直以来宣传的那样派出飞机进行跟踪监视和驱离才对。但按照拍照台岛渔民的说法，他在看见卡28的空域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飞机，我军的卡28就这么长驱直入在台岛近海巡逻飞行，没受到任何台军飞行器的阻拦，也没有任何规避或取消任务的动作。这一描述可谓是与台军所谓的防空识别区里一切尽在掌握的说法大相径庭。事实说明，我军现在在台岛周边海域空域，那就是在自己家。哪怕是舰载的反潜直升机展开反潜巡逻这种敏感任务呢，都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当然了，事后台军在所谓的空情通报里面，还是将这架卡28给标出来了。但有意思的是，台湾很是精神胜利法的将卡28的活动轨迹给标成了只有被渔民目击的那一小段，仿佛卡28是虚空起飞，专门掠过台海渔民头顶，又虚空消失了一般，没头没尾。除了卡28外，按照对岸的说法，那是我军全天除了卡28之外，我们还出动了别的飞机吗？按照对岸的说法啊，那个是我军全天出动的唯一一架飞机，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展开活动，仿佛山东舰甲板上面摆的舰载机都不存在。这次卡28被台南渔民目击从台岛近海掠过的事情，不过就是台军空勤监视能力形同虚设，台军防空网处处漏风的又一次证明而已。从台军前后的反应来看，台军也不是没有发现这架卡28，也没到空情预警完全靠老乡的地步，但是发现的太晚了，想要做出反应来不及了，只能在无线电里喊喊话，假装自己努力驱离的样子，实际上没有对我军执行任何干扰。另外，台军也没有那个能力和胆量做到派出战机对我军直升机进行抵近、监视乃至驱离。一方面，我军这2年加大了对台湾的飞行力度后，台军从飞机寿命考虑，已经转变成了遇到大机群才派出值班机，遇见小机群或者是单独行动的飞机就当没看见，喊喊话就过去了的策略，以此来防止过早耗尽宝贵的不可再生战机的飞行寿命，以防到时无机可用。这种放弃治疗导致的自然就是我军卡28这样的飞机在台岛周边是来去自如，以及台岛防空的形同虚设。另一边啊，台军最近几年出了不少的飞行事故，数个机组可控飞行撞地或坠海，从原因上分析都是训练的问题而产生的飞行技术原因导致的。台空军最近几年一方面是节省机队，另一方面是执行了大量的跟踪监视、以战代训的任务，导致飞行水平很不可靠。而低空慢速飞行的直升机，你要是对它进行跟踪监视驱离，非常考验战机驾驶员的飞行技术。现在的台军真的没几个飞行员有这个底气，在
海上下低空跟飞直升机。空军的双重问题就出现了，这次台岛渔民目击卡尔巴，台军却没有反应过来的丢人场面。当然，对台岛上的某些人而言啊，只要一天歼16护航的轰六没从台北上空掠过，他们就还有一天自我安慰的能力。就比如这2天，山东舰在台海军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海。卡尔巴直升机被近海活动的台湾渔民目击，那岛内舆论不就集体在拿美国人的航母来找补吗？说什么不要怕啦，山东舰虽然到了台海东面，但尼米兹号战斗群也在附近啦。那么虽然山东舰很强大，但距离台岛只有数百公里的尼米兹更强大啦，等等等等啊！总之，只要美国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卡尔巴凌空却没有能力反应什么的，那都不是问题。岛内和警防部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这样了。